这个问题在叶晨脑海中闪过的那一瞬，他心里便有了一个答案。虽然他不知道末法时代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根据孟长生的经历来看，他悟道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法时代了。所以建造这座地下城市的修士一定比大唐麟德年还要早，甚至早很多。这样的话，眼前这座四方宝塔的历史一定要比大雁塔更早。而根据自己神游长安城时的所见，那时的大雁塔便是唐玄奘和无数修士共同为大唐江山设计所建。那他们为何会将大雁塔建造成眼前这座四方宝塔的外形？莫非是一种复刻，亦或者信仰？如果这座四方宝塔是末法时代之前修士的某种图腾，那末法时代的修士在长安城建造一座一模一样的大雁塔，动机也就可以理解了。末法时代降临，末法时代前最后一批修士至少会分成2个流派，一个流派选择在末法时代艰难修行，而另一个流派则迁徙到了南极大陆，将这里视作最后的飞升之门。亦或者只有最后一批修士中地位最高的那一批才有资格来到这里做最后的挣扎，留下的基本都是被放弃的。虽说他们被最后一批冲击飞升的修士放弃，但他们却没有自暴自弃，依旧在末法时代的世界刻苦修行，甚至还能做到心系苍生，所以才会齐心协力修建大雁塔，并且炼制出四方宝幢这种能够影响国运的风水重器。叶晨自洞口处一跃而下，缓缓落在下方那100丈宽的方形广场上，抬头凝视这座四方宝塔，更觉得它法相庄重，威严无比。而当叶晨身处方形广场底部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空间远不止一个方形广场，在广场四周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挑高约莫5丈的地下城镇，纵深目测至少有3公里，也就是方圆将近10个平方公里。这里面各种古代的房屋建筑林立，而且规划的井井有条，一共有4条主干道通往这个广场，而四方宝塔便是整个广场的中央核心区。让叶晨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地下城镇完全架空在岩石层中，而且目视范围内所有的建筑都没有与顶部接触。若是参考地质和物理特质，建造这么大面积的地下城并不是没可能，但必须要有完善且极其坚固的支护体系。就像大型商场的地下车库，一定要有大量的承重柱来防止顶部坍塌。而且这种地下空间不是盖房子，房子的上方是浇筑的钢筋混凝土楼板，本身有很强的一体性和稳定性，不会破碎坍塌冒顶。可是这里全是岩石，正常来说，如果不做牢固，岩石必然会逐渐碎裂坍塌。可是这里没有任何支撑，也没有任何牢固防护，却能完好无损地将整个岩石稳稳地支撑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叶晨推测，即便是修士，也不可能违背物理规则，所以这里一定有某种阵法在起到支撑与牢固的作用。将近10个平方公里的地下城市，若是按照现代工程标准，至少需要10万根承重柱，而且使用寿命可能也就几十年。可是这里能依靠阵法就替代10万根承重柱，并且稳定运转上千年，这阵法的能量恐怕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叶晨心惊无比，下意识想要在这座地下城市游历一番，于是便选了一条主干道迈步向前，走出广场，进入古老的街道，周围一切就像是身处一个精心打造的现代化影视基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精细、精美，甚至崭新如刚刚落成一般。而且这里根本就找不到曾经有人生活的痕迹。叶晨也小心翼翼地试着推开某一扇院门，院门没有上锁，甚至根本就没有锁具的存在，内部连一个简单的门栓都没有。院子约莫200-300平米，不算很大，但院子里也见不到什么生活设施，没有寻常农家用来洗衣的水池，没有用来碾压粮食的石磨，更没有用来饲养家禽的窝棚，甚至连一口水井也没有。院子里铺的全是光滑整洁古朴的青石砖，
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穿过院子，里面是一排3间房屋，堂屋没有桌椅，而是铺满了工艺考究的编织藤席，藤席上有几个圆形的蒲团，似乎是专门用来打坐的。更奇怪的是，左右2间偏房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卧室，左侧偏房进去之后更像是一个闭关修炼的练功室，右侧偏房有一张手工打制的婴儿床，还有一些木工手工制作的木质玩具。叶晨推测，生活在这里的人，除了新生儿之外，几乎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辟谷境界。他们在这里生活，不需要吃饭喝水，也不需要上厕所，所以院子里连厨房和厕所都没有。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是所有的房间里都有灵气幻化的光源照明，即便没有阳光，也让这里到处都和白天没什么两样。只要不抬头去看顶部，几乎不会感觉自己身处地下。这就好像整个地下城市都在依靠着同一个强大的阵法运转，那个阵法就像是供应一座城市能源需求的发电厂，源源不断为这座城市提供能源。更奇怪的是，房间里没有任何修炼所需的物品，没有什么丹药、法器，也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功法，这与吴柏林的推测相去甚远。叶晨又造访了多个相似的独立院落，结果都是一样，别说丹药、法器与功法，就连一个装丹药的匣子也未曾见到。可是叶晨不太理解，他想不通，这里的人最后都去了哪里？如果那些没能渡劫成功，或者没能熬到渡劫的修士死在了这里，那他们总不能把所有的物品都一起埋葬吧？就算他们的后人会将他们和物品一起埋葬，那最后一批修士呢？他们总没有能力再处理自己遗留的物品了吧？可眼前到处看不到任何修炼所用的私人物品，感觉不像是他们在这里熬到了最后，倒像是他们整体井然有序地从这里撤离了一般。叶晨在造访几个院落之后，便试着在其中一个院落房间内的蒲团上坐下，运转心法口诀，不断将体内灵气提纯，而外界源源不断的灵气让他感觉大开眼界。以自己一个人的体量，就像是给一辆车配了守着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油田。在这种环境下修炼，速度比末法时代的外界恐怕要快上几十倍不止。孟长生1000年也不过是筑基的水平，但若是在这里出生的孩子，有如此强大的灵气作为支撑，再加上那些实力强大的修士引路，恐怕10几年就足够了。在这个地下城市里，除了这些每家每户的院落之外，还有类似学堂、衙门一样的机构，甚至还有一个名为药王殿的地方。在药王殿的大殿正中央，供奉的不是什么神明雕像，而是一个足有2丈高的超大丹炉。叶晨能感觉得出，这丹炉本身应该是一件法器，这是叶晨在地下城市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法器。于是他抚摸丹炉的同时，试着将灵气渡入其中。这一试不要紧，感觉就像是一颗石子丢进了一座天池，他的灵气根本就察觉不到这其中的浩瀚。不过叶晨倒是感觉出，丹炉与整个药王殿同为一体，内部阵法极为宏大。若是想用它来炼丹，且不说炼出来的丹药有多强，单说运转这丹炉所需要的灵气，对他这种修为的人来说，恐怕也是天文数字。如果自己从洪长青那里得来的药鼎是2000瓦功率的家用电饭锅，那这座丹炉就是钢铁长炼钢的高炉，完全不是自己这个体量所能运转得了的。叶晨甚至觉得，这丹炉对这里的原住民来说，也绝非某个人的自用法器，而是为整个地下城居民提供丹药的生产中心。说不定这样的丹炉需要几十上百个顶尖高手同时发力才能运转起来。